忙碌了一整个大版本之后，我的火神马维卡呢，终于也是达到了毕业的练度，有效词条24.5个，2631点的攻击，170多分的双爆，用的是纳维亚的这把武器，强度呢比0+0要高不少。那么这样一个马维卡，一套的总伤害有多少呢？用大世界的胖猫为测试的对象，开战绩的时候融化5.2万，大招融化55万，重击第一圈的融化是15万，不融化的时候呢是6.9万，跳劈一下融化有16万。之后因为 buff 的持续时间到了，伤害就降到了2到3万，那么统计之后总伤害是124万，在输出的前7秒呢就打出了85%，差不多是100万多一点的伤害。那么如果换成0+0，武器用咸鱼大剑，总伤害呢也就降低到了105万。那么这个伤害表现延续了枫丹版本100万总伤害的基准，可以说枫丹到娜塔其实并没有进一步的去膨胀。过去我一直表达一种观点，就是数值膨胀是为了服务新的战斗玩法。在枫丹早期的时候，这种表现可能并不明显，但从枫丹后期到娜塔，幻想真菌巨狮上线，深渊 BOSS 加精英怪连排，机制 BOSS 也越来越多，不难看出策划对于原神战斗的设计规划是降低数值上的压力，增加配对和策略的要素。角色的设计不再是数值方向上的堆高高，而是通过角色的功能去区分使用的场景。马维卡上线的时候呢，被很多人认为是配对锁死的设计，这是用数值玩法的思路去看待这位神明。如果切换到角色的技能设计上，马维卡扮演主 C 可以打伤害，扮演后台副 C 呢可以当摔炮提供增伤，是一个多用途插件的设计思路。当然这两种看法无所谓对错，只不过随着战斗设计的变化，角色的设计思路一定也会发生变化，策划会通过灵命去推行策略组合的玩法，这势必让喜欢数值堆叠的玩家感觉不够力大专飞。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关注数值强度的抽卡内容呢，往往会推荐一个角色要1命起完或者2命起完的原因。命座就是策划留给这部分玩家的逃课方式，而因为现在机制原模比较多，当玩家想要通过数值的方式去碾压怪物的机制时，就需要更高的数值。那么我们会看到在命座上的膨胀似乎是更厉害的，这也会进一步的让玩家感受到命座的提升非常的巨大，可能也会催生玩家觉得骗课逼课的这种心理。不过纵观原神所有的大版本，需要抽取的角色呢其实也就2到3位，比如说像娜塔，目前来说最关键的角色也就是希诺宁和火神。在有关键角色的情况下，老深渊对于玩家来说并不构成太多的威胁，但是呢因为有幻想真境巨狮的存在，以及机制原模越出越多，那么势必是需要玩家除了抽关键角色以外，还要选择几位自己比较叉 P 的角色去进行培养，作为应对环境的一种策略储备。